刚搬进新小区，我就进了一个阿飘群，里面全都是一些孤魂野鬼。大哥，你咋死的？咋死的？不是，老娘问你咋死的？是啊，咋死的？有病吧？你俩打字聊。大哥，你咋死的？咋死的？对了，老妹儿，你咋死的？我被家族献祭，逼我嫁给山神，可是哪里有山神？到现在我还没有尝过男人的滋味。你看我行吗？我喜欢投缘的。我从不发言，但看着这些聊天挺有意思，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娱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直到这天被高冷老板骂了，还罚了200块钱，心情极其不美丽。晚上我躺在床上打开手机，急需一群死鬼悲惨的故事来安慰，可向上翻了几百条，全是一样的内容。本来想看看这群死鬼的落魄，结果被一个无头鬼霸屏了，无名心火顿时升起。无语，能把这死鬼踢出去吗？刚来的怨气大都这样，慢慢就习惯。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哪位好心鬼能帮我找找我的头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再次打字。线下服务200，真的？骗你不是人。我都气昏头了，这是阿飘群，没有一个是人，骗你投不了好胎。好毒的是，我劝你现在撤回还来得及。你不知道，咱们一在人间出现，那群道士都乐开了花。放心，姐有分寸。太拽，太拽了，太拽了。按照无头鬼发来的定位，我独自来到偏僻的城郊。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再等等，来了个人。我无语了，忘了去年天师府为了搞外快，连续开了10几个鬼屋，周边的阿飘都快抓绝种了。现在群里这帮阿飘根本不敢出现在人类世界，我只好撒了个小谎。放心，那人跟我一起来的。我操，怪不得这么霸气，原来是有人类的关系。任，你能帮我火化吗？一直不火也不敢洗鞋，我太难了。大姐姐，你能帮我找妈妈吗？什么找妈妈？你妈妈都不要你了，还找她干嘛？不可能，我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的妈妈，她肯定有苦衷的。都安静点，咱们出现人类社会有多危险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被抓了要给那群臭道士打工，关键还不给钱。人在无语的时候是真的会无语。就在我打算继续往前找时，无头鬼从森林中飘了过来。老铁200，无头鬼不能说话，只能指指点点。不过以我的道行，能看懂他想表达什么意思。他的妻子很爱他，但十分的极端，就连他跟一个女人说句话，妻子都会质问好几天，甚至会雇佣私家侦探调查那女人。后来就因为有次回家，衣服上多了一根长头发，妻子多疑心再次作祟，直接举起了菜刀。听完后，我拿出几枚铜钱，当场帮无头鬼算了一卦。你的头在冰箱，为什么不把我也多了放在一起呢？可能你家冰箱是单开门的吧？为什么我的身体有意识，头却没有？这无头鬼还真是个好奇宝宝，头都被冻起来了，哪还有意识？我懒得跟他解释。200，无头鬼拿出最后的500块钱全给了我。能再帮我报警吗？我不敢回家。这是被老婆虐得多惨啊！都死了还这么怕。看在钱的份上，我用他的手机编辑短信发给了110。完事后，无头鬼一直挥舞着胳膊表示感谢。我等到他消失后打了一个电话：师兄，你那鬼屋还缺无头鬼 NPC 吗？我这正好有一只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一睁眼就是9点，已经完美错过了上班打卡的时间。刚到公司就被老板叫去办公室，本以为老板这次肯定是要指着我鼻子骂了，没想发现老板的样子十分滑稽，头上裹着纱布，2块红的跟哪吒的小发髻一样。呵呵，老板，你的头怎么了？我说是门家的，你信吗？我信。这你都信？信啊，我师兄吃糖包都能烫后脑勺，你这背门家都是小儿科。你信就行，至于吃糖包烫后脑勺，打死我都不信。没想到你昨天算我会有血光之灾，竟然真的应验了。我倒霉的事情也开始了，本来板上钉钉的合同不跟我们签了，回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头就被门夹伤了。既然你能算出来我的霉运，应该也能破。这下我犯了难，其实我还蛮想帮老板的。昨天被罚款也是因为在公司跟同事八卦，说老板印堂发黑会有血光之灾，同事们都当成笑话来听。老板平时对我们挺好，只要完成每天的任务，就算迟到早退，老板也不会说什么。没想到八卦的内容被老板听到了，后来我那200就对我说拜拜了。可是老板这个霉运我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能搞定。老板，我或许能。什么叫或许能？你之前印堂发黑，霉运缠身，肯定是沾上了不干净的东西。咱们公司的人不可能陷害你，毕竟你给的钱还是很多的。拿下李氏的订单，全公司的工资更是可以翻倍，所以肯定是竞争对手地美公司干的好事儿。怎么破除？等我回去后摇人，但是最少要2-3天的时间。好，拿下李氏的合同，你就是最大的功臣。那个，昨天你还罚了我200，我先给你1万。昨天是我冲动。收到钱后，我心情美美的回到家，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师兄。大师兄，这有一个夺财风水局，帮我破一下呗。没空，现在鬼屋忙不过来。我昨天可是刚给你了一只无头鬼，你把它还给我。谁抓的就是谁的，有本事你过来抢呀！之后我又打电话给另外几个师兄，结果都被无情的拒绝了。哼，这群没良心的臭道士，没一个靠得住。就在我准备睡前打开群聊看看那群死鬼，缓解一下心情，突然想到，这不是一群现成的帮手吗？我这里有一个风水局，谁能帮我一下？我2袋血浆概不还价，动物血浆也行。老娘也行，2个男模必须8块腹肌的那种。能不能算我一个，帮我找找妈妈就行。
行。我看你们是耗子给猫当三陪，挣钱不要命了，那可是可怕的人类社会，你们不怕被抓吗？帅气中微子一说话，群里顿时陷入了沉默，我只好加点料。谁能帮忙？我请大师帮你们念轮回经，让你重度轮回。真的吗？骗你们投不了好胎。这姐妹挺实在的，昨天那无头鬼不是还给了好评吗？现在不说话，估计已经去地府报道了。那2个男模的事，先让男模伺候你，然后再入轮回。你这么说，我可要帮帮场子。还有我。破局小分队正式成立，我立马给他们发了家里的定位，夜晚9点，天色大黑，敲门声响起。这群死鬼还挺有礼貌的，还知道敲门。欢迎欢迎。人。说完，3只阿飘转身就要跑。男模、血浆、找妈妈，你们别走呀！一瞬间，3只阿飘又折返回来了。我热情邀请他们进了家，给僵尸拿了碗猪血。至于鬼娃，我把他的死亡日期记下后，过了今天再搜索10年前的新闻。人，你不害怕吗？我在蜀山上见到的鬼怪阿飘多了去了，没事还和他们探讨人生哲学。原来是这样。阿飘身体阴冷，房间温度都降了几度，看来事情办完后要留下一只挂在墙上当空调。帅气中微子怎么没来？小场面没有挑战性，他懒得过来。我们出发吧。我带着3只阿飘去了我们公司楼下，打电话给老板。老板，你现在可以回家了。我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放心，我们常伴你身边。你还叫了帮手？常在江湖混，谁还没几个朋友？你先开车回去，我骑小电驴在后面跟着，记得开慢点，不然我小电驴可跟不上。好的。妹子，你这够意思呀！还没有干活就先给我个男模。你死了多长时间了？大概300-400年吧。300-400年前应该还没有男模这个职业吧？瞧你说的，我们鬼也要与时俱进呀。好吧，不过你见过哪个男模带头杀的？那是我老板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他，认真点，我们跟上。一开始我们还紧跟在老板身后，可突然他的车被一团黑气包裹，立马加速甩开了我们。我的小电驴怎么能追得上？只能向鬼新娘求救。看来有恶鬼要制造车祸，快去救我老板！刚说完，鬼新娘抱着鬼娃像是离弦的箭一般，嗖的一声快速飞走。这速度不会是加了液氮推进器吧？5分钟后，我终于赶上他们。鬼娃正扯着一只恶鬼的舌头，另一只手疯狂地捶打在恶鬼的头上，老板则躲在大树后面，浑身发抖。鬼新娘依旧是灵体状态，不停地往老板的身上蹭。放开那个男孩，嘿嘿，今天先收点利息。有鬼，真的有鬼！刚才我开车的时候，收音机发来了鬼叫，方向盘还失控了。小妹妹，你老板都快吓傻了，姐姐最会疼人了，让我去安慰安慰。不要，老板，我给你叫个代驾，你先去车上休息。给我发工资的男人都感动，这场子我一定要找回来。我叫停了鬼娃，看着被打的阿飘问道：啥品种？姐姐救救我吧，他们下手太黑了，你看把我打的7年的道行全没了。我也是10年道行，你怎么不是我对手？你身边要是没那个300-400年道行的鬼新娘，躺在地上的指不定会是谁呢？问你呢，啥品种？谁让你来的？我是车祸鬼，有人请我骚扰车里的帅气男人。至于请我来的人，我也不清楚是谁，我就知道是个道士。那道士许诺给你什么好处？居然敢来人类的地盘？他说事情办成后给我吟诵轮回经，让我转入轮回。你以为谁都可以吟诵轮回经？没有20-30年道行，根本就没有能力诵完。你才20多岁，你会轮回经吗？不会，但是我能摇人啊。老板的别墅极其豪华，可惜只有他自己居住。留下吧。我不是随便的人。我只是害怕还有不干净的东西骚扰我。其实我也不想走，奈何鬼新娘一直在我身边盯着老板。今晚上不给他安排4个男模，我估计老板的清白就没了。我随后掏出一张驱邪符递给老板，这个你拿去带着，保你安全。后来在正经的娱乐场所，我给鬼新娘点了4个男模。爱蹦的僵尸找到了舒适的沙发，一直蹦。车祸鬼在恭恭敬敬的帮我们点歌，我和鬼娃一直唱着抓泥鳅，鬼新娘跟4个男模玩着抓泥鳅，那画面简直不敢看。第2天，我和老板穿上一身维修服，搬着一个人字梯，大摇大摆的走进地美公司，毫无阻拦的走进了总裁的办公室。接下来怎么做？看我的！我拿出一个超大号保温瓶，里面全都是开水，我毫不客气的直接浇了办公室最大的发财树。可以了。还以为要大张旗鼓的跟恶鬼打一架呢。夺财局只是个法阵，破坏其中一个阵眼就行了，我们赶紧撤吧。我俩刚走到门口就被一个人堵住了。昨天车祸鬼没有回来，我就知道事情办砸了。我料想你们注定会破我的夺财风水局，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。你是哪个山头的？没看到我身上蜀山的 logo 吗？正统的蜀山大师兄。今天的事情我不想为难你们，只要你们放弃李氏的合同，这些事情我全当没有发生过。我们蜀山才没有这么显眼包的 logo， 你这个邪修！不等假道士反驳，我拉着老板就跑。老道士瞬间打开道袍，放出了2只厉鬼，给我追！这2只厉鬼最起码100年道行，跑是跑不掉了，可我又不是对手，只能使出那一招了。8个男模！我一声8个男模喊出口，声音还在楼道里回荡。8个，成交！老娘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一阵阴风凭空卷起，带着浓郁的古旧胭脂香气。鬼新娘红衣似火，身影凝实，直接从我身边掠过，扑向那2只面目狰狞的厉鬼。她食指指甲瞬间暴涨，如同10把锋利的红色小刀。敢动我金祖，不对，
敢动我姐妹要保的人，问过老娘了吗？其中一只厉鬼利爪迎上，与鬼新娘的指甲碰撞，发出金铁交鸣之声；另一只则狡猾的绕后，直取我和老板。老板吓得脸色惨白，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。老板，快跑！我使劲拽了他一把。两人踉踉跄跄地往楼梯口冲，身后传来鬼新娘以1比2的激烈打斗声，阴气四溢，楼道里的温度骤降，灯光也开始疯狂闪烁。泽儿有点本事，但不够看。我们刚跑到楼梯拐角，就听到一声闷响，回头一看，鬼新娘竟然被2只厉鬼联手震退了几步，魂体都微微晃动了一下。那2只被鬼新娘撕裂的厉鬼，伤口处黑气涌动，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。糟了，能复活？老道士在后面阴恻恻地笑着，哼，老夫炼制的鬼仆岂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？乖乖束手就擒。鬼新娘甩了甩手，脸上没了平时的嬉笑。姐妹，点子扎手，你们快跑，这俩玩意儿打不死。我头皮发麻，拉着已经快走不动路的老板拼命往下跑，不能再指望鬼新娘一个人了。我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机，手指颤抖地打开那个熟悉的阿飘群，直接按了语音输入，几乎是吼了出来。救命！坐标地美大厦楼下，鬼新娘被2个能无限复活的恶鬼围殴了，急需支援。报酬好说，轮回精、男魔、血浆、找妈妈都算数。信息刚发出去，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。定位发了，感动我们群的团主。2代不5代血浆，等我。哎呦喂，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！老娘这绳子好久没勒过活，勒过坏东西了。敢欺负我老婆，砸死他们！群里瞬间炸锅，一道道或强或弱的阴气感应，正从城市的不同角落飞速向着我们所在的位置汇聚。他们真的来了。老板喘着粗气，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，声音发抖。来了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鬼到了。率先赶到的是帅气的中威子，他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但周身环绕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能量场，让那2只正在攻击鬼新娘的厉鬼动作都滞涩了一瞬。哟，以多欺少，问过我这个群管理了吗？他抬手虚点，一道微光射出，直接将一只厉鬼定在原地。虽然只有1-2秒，但给了鬼新娘喘息之机。紧接着，僵尸一蹦一跳的出现，直接加入战团，用他那僵硬但力大无穷的手臂硬汉另一只厉鬼。吊死鬼甩着长舌头，用绳套骚扰；扁头鬼则找准机会，用他那扁扁的脑袋猛撞。场面一度十分混乱，但群鬼的加入立刻扭转了局势，将那2只能够复活的厉鬼死死压制住。怎么可能这么多孤魂野鬼？老道士看着突然冒出来的这么多鬼，脸色终于变了。他急忙掐诀，试图加强控制那2只厉鬼。就是现在，揍他！不用我喊，帅气的中威子已经注意到了施法的老道士，他身影一闪，如同瞬移般出现在老道士面前，抬手就打断了他的施法。法术反噬，老道士一口血喷了出来，气息顿时萎靡。那2只失去强化的厉鬼，在群鬼的围攻下，恢复速度大减，很快就被打得黑气涣散，眼看就要彻底消散。一直跟在我身边的鬼娃看着这混乱的场面，突然低低地喊了一声，他小小的身影在激烈的阴气碰撞中显得格外脆弱。小心！就在这时，一只濒死的厉鬼猛地爆发，一道残余的黑气如同利箭般射向离得最近的鬼娃。我下意识地想推开他，却慢了一步，扑哧一声，那黑气直接穿透了鬼娃小小的胸膛。鬼娃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，身体瞬间变得透明起来，点点荧光开始从他身上飘散。鬼娃，小鬼头。该死！群鬼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了。鬼娃躺在地上，身体越来越淡。他看着我，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。姐姐，我好冷，我是不是见不到妈妈了？看着他即将魂飞魄散的样子，我心如刀绞，不能再等了。鬼娃，听着，你妈妈不是不要你，她是因为生你的时候难产，医生问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，你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保小。我几乎是吼着说出了真相。保小。鬼娃涣散的眼神突然凝聚起一点光芒。对，保小，他爱你，他用他的命换你的命，只是你们运气不好，最后都没能活下来，但他从来没有不要你，他是世界上最爱你的妈妈。鬼娃呆呆地看着我，几秒钟后，他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个无比灿烂、无比释然的笑容，那笑容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质。原来妈妈是爱我的，她没有不要我，太好了。得知了真相，了却了心中最大的执念，他的魂魄失去了支撑，消散的速度陡然加快。姐姐，谢谢你，我好开心。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身体几乎要完全化作光点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么散了。我红了眼睛，不顾一切的手掐法诀，想要强行燃烧自己那点微末的道行，施展我根本还没掌握的轮回经，哪怕只能送他一程。轮回口诀刚起，我就感觉浑身精气神如同开闸洪水般涌向指尖，一阵剧痛传来，几乎让我晕厥。停下，你找死吗？妹子！就在我即将支撑不住的瞬间，一声轻斥从天而降，胡闹！一道黄符后发先至，精准地贴在我的后心，强行切断了我的法术。一股温和的力量护住了我的心脉，同时一个紫金色的葫芦被抛到空中，滴溜溜旋转，散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笼罩住即将完全消散的鬼娃。那些飘散的光点像是被无形的力量牵引，
缓缓地被吸入了宝葫芦之中。大师兄身影落下，一把接住葫芦，塞上塞子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差点把自己玩废，为了只小鬼，值得吗？我虚脱地坐在地上，喘着粗气，看着大师兄手里的葫芦，咧开嘴笑了。值得，师兄，谢谢你。大师兄哼了一声，转头看向一旁有些警惕又有些期待的群鬼。你们呢？是想继续在人间游荡，哪天被别的道士抓去练了，还是跟我回鬼屋打工，包吃包住？虽然你们不用吃住，工作10年，表现良好，我亲自为你们诵经，送你们入轮回。群鬼面面相觑。包男模吗？工作期间禁止骚扰游客。有血浆吗？动物血浆广告，能吓人玩。专业对口，欢迎加入。爸，打工就打工吧，总比提心吊胆强，有个编制也挺好。见领头的帅气中威子都同意了，其他鬼也纷纷点头。老道士见势不妙，早已偷偷溜走，我们也懒得去追。大师兄晃了晃手里的葫芦，这小家伙魂魄受损太重，需要在我这葫芦里温养一段时间。放心吧，死不了。我心里一块大石终于落地。老板战战兢兢地走过来，看着眼前这群奇形怪状的鬼，咽了口唾沫。所以问题解决了，李氏的合同解决了。老板，先送我回家，还有记得给我报销精神损失费、劳务费、男模点货费。老板看着一片狼藉的现场，欲哭无泪。第二天我睡到日上3竿才醒，浑身像是被卡车碾过一样酸痛。摸过手机，屏幕上堆满了未读消息，最上面是老板的转账记录，后面跟着好几个零。小祖宗，醒了没？公司给你放1周带薪假，好好休息。李氏的合同签了，全公司这个月奖金翻倍，你是我司的福星。看着短信，我龇牙咧嘴的笑了。很好，老板还是很上道的。接着打开阿飘群，里面已经炸锅了。新员工报道，老大，我的工位在哪？这房梁不错，够结实，适合我上吊，适合我表演。洒水。姐妹们看看，老娘这新造型飒不飒？妹子，什么时候来玩？姐给你 VIP 通道，保证吓得你尿裤子。都安静点，熟悉一下各自岗位和下人流程。记住师兄的话，不准真的伤害游客，不准骚扰游客，不准擅自离岗，违者扣血浆、男模、轮回机会。没劲。看着群里热火朝天的讨论，我心里莫名有种孩子们终于找到正经工作的老母亲欣慰感。好好干，10年之后，姐、师兄送你们轮回，到时候给你们开欢送会。妹子，你醒了，记得我的8个男模先欠着。我的5袋血浆记账上，等你们轮回了烧给你们。跟群鬼插科打诨一番，心情好了不少，挣扎着起床，打算去大师兄的鬼屋看看，顺便探望一下在宝葫芦里温养的鬼娃。刚到鬼屋门口，就感觉这里的阴气比之前浓郁了数倍，但诡异的是，这种阴气并不让人感觉难受，反而在一种奇妙的阵法引导下，形成了完美的恐怖氛围。鬼娃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大师兄拿出那个紫金葫芦，葫芦表面温润，隐隐有光滑流动，在里面睡着呢，魂魄基本稳住了，但受损太重，想要完全恢复，甚至拥有进入轮回的资格，还需要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彼岸花的露水，那玩意儿只生长在阴阳交界、执念最深重的地方，能滋养魂元，修复本源创伤。不过那种地方很危险，寻常鬼魂靠近都可能被执念同化，迷失自我。哪里能找到？有个地方可能有机会，需要你自己去找。通常是大规模、非正常死亡，或者集体愿望极度强烈又破灭之地，比如100年前的古老战场，或者近代的某些大灾难遗址。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而且时间很重要，必须在月圆之夜，阴阳界限最模糊的时候尝试，距离下一个月圆夜还有3天。多谢大师兄了，这无疑是个更可行的方案。我不敢再多留。回到家里，我立刻打开电脑，开始疯狂搜索本地的历史资料、都市传说，寻找可能符合条件的地方。翻找了几个小时，眼睛都快看瞎了。终于锁定了一个可能的地点，位于城西的废弃医院。据说几10年前那里发生过一场特大火灾，死了很多人，后来就一直废弃，灵异传说不断，是本地有名的兄弟之一。就是这里了。我记下地址，看了看日历，月圆之夜就在3天后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几乎足不出户，一方面调养身体，恢复之前强行施法带来的损耗，另一方面则是翻箱倒柜，把师傅和师兄们以前给的我自己淘换的各种可能用得上的法器、符箓都整理了出来。虽然大部分都是半吊子货色，但聊胜于无。期间，老板打电话来慰问，被我以闭关修炼为由打发了。大师兄也发来信息，我没敢说要去废弃医院隐灵的事，怕他直接杀过来把我拎回去。终于，朔月之夜到了，天空漆黑如墨，没有一丝月光，天地间的阳气降至最低，阴气盛行。晚上11点，我背着装满家伙似的背包，来到了城西的废弃医院。医院的大门早已锈蚀，围墙倒塌了大半，主体建筑是一栋5层高的老旧楼房，墙壁被大火熏得漆黑，很多窗户都没有玻璃。我深吸一口带着霉味的空气，打开强光手电，迈步走了进去。医院内部更是破败不堪，满地都是碎石、瓦砾和烧焦的杂物，墙壁上残留着一些早已褪色的标语和斑驳的灰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低语声，像是无数冤魂在窃窃私语。手电光柱扫过，偶尔能看到一些模糊的白影一闪而过，或者听到角落里传来若有若无的哭泣声。好痛啊！救救我，我的孩子！为什么出不去了？我找了一块相对空旷的地方，
从背包里拿出准备好的东西，一面画着八卦阵的小幡插在中央，四周点上7盏小小的莲花灯，又用朱砂混合着我的血，在地上画了一个简易的聚灵阵。我盘膝坐在八卦阵中央，7盏莲花灯散发出微弱但稳定的光芒，勉强驱散了一小片黑暗。抬头看了看漆黑如盖的天空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双手结印，开始摒弃所有杂念，将全部的精神力都集中起来，脑海中反复观想鬼娃的形象，以及我想要救他、送他入轮回的强烈愿望。鬼娃，姐姐一定会救你，让你有机会堂堂正正的进入轮回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有一个幸福。突然，周围的低语和哭泣声骤然停止，一只女鬼慢悠悠地飘到我面前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一道纯净的白色光点从女鬼指缝间缓缓飘了出来，她似乎被我的执念所吸引，我心中狂喜，正想尝试与她沟通。你好，大姐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看着这只纯净的灵体，尝试着伸出手，一股温和的带着指引意味的意念传入我的脑海。你想救的孩子是不是叫小宝？他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，带着一丝颤抖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震惊地看着他。小宝，这是鬼娃生前的名字，我确实在查他资料时看到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他妈妈，我能感觉到你心里那份想要救他的执念，那么强烈，那么纯粹，和我当年一模一样。鬼娃的妈妈，她竟然一直被困在这里。阿姨，我需要彼岸花露水救他，您知道哪里能找到吗？我能帮你，这里有一株生长在缝隙里的彼岸花。谢谢你，阿姨，我们快去。女鬼摇了摇头，看向中庭某个阴暗的角落。它就在那里，但是凝结露水需要黎明第一缕阳光与至阴鬼力交汇，普通的鬼力不够，需要燃烧魂元，献祭自己。他说着，身影开始散发出柔和却决绝的光芒，向着角落那片阴影飘去。我顺着他的方向看去，果然在阴影最深处，一株鲜红如血、妖异美丽的彼岸花正若隐若现地生长在现实与虚无的夹缝中。我瞬间明白了他要做什么，他想燃烧自己的魂魄，来为鬼娃凝结那救命的露水。不，阿姨，不要，一定有别的办法。女鬼回头对我笑了笑，好孩子，谢谢你告诉我，小宝他知道我爱他，这就够了。我徘徊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能再为他做点什么，用我这无用的残魂换他一个新生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魂体却越来越亮，如同扑火的飞蛾，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那株彼岸花中。彼岸花仿佛被注入了强大的能量，瞬间红光大盛，花瓣娇艳欲滴，顶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凝聚一滴晶莹剔透、内部蕴含着红金色光滑的露珠。而鬼娃妈妈的身影则在红光中变得越来越淡，越来越透明，然后如同青烟般彻底消散在了空气中。我强忍着悲痛冲上前，用暖玉瓶接住了那滴坠落的彼岸花露水，露珠入手温热，仿佛还残留着那位母亲最后的温度。阿姨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救活鬼娃，让他替您好好活下去。没有片刻停留，我立刻打车直奔大师兄的鬼屋。大师兄刚起床，正打着哈欠监督群鬼们上班前准备，看到我风尘仆仆、一脸疲惫却又眼神发亮的冲进来，他愣了一下。你这一身阴气，昨晚去哪作死了？我没空解释，直接把暖玉瓶塞到他手里。师兄，彼岸花露水，快救鬼娃！大师兄震惊地接过瓶子，打开一条缝感受了一下，脸色骤变。你真搞到了，从哪弄来的？我摇头，说来话长，先救鬼娃。大师兄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多问。他拿出那个紫金葫芦，拔开塞子，然后将玉瓶中的那滴红金色露水滴了一滴在葫芦口，露水仿佛有生命般自动渗入了葫芦之中。大师兄闭上眼睛，手掐法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开始引导露水的力量滋养鬼娃受损的魂魄。过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大师兄睁开眼，松了口气。好了，小家伙的魂元已经稳固，受损处也在快速修复，最多再温养几天就能恢复如初，甚至因祸得福，魂体比之前更加凝实纯净。我心里一块大石终于彻底落地，腿一软，差点坐在地上。妹子，可以啊，真让你搞到了。血浆，看来我们这位人类伙伴比想象中要靠谱那么一点点。群鬼都围了过来，虽然形态各异，但眼神里都带着一丝欣慰和认可。我看着他们，又看看大师兄手里的葫芦，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疲惫而满足的笑容。所有的冒险和付出，在这一刻都值得了。师兄，鬼娃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快了，就这几天，等他出来就可以准备送他轮回的事情了。想到那个纯净的小灵魂终于能够解脱，前往新的开始，我感到无比的平静和喜悦。不过当务之急是，师兄，我申请工伤休假，我要睡他的3天3夜。说完，我再也支撑不住，眼睛一闭，直接靠着墙边滑坐下去，秒睡。在陷入沉睡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大师兄无奈的叹气声，以及鬼新娘咋咋呼呼的喊声。妹子晕倒了，快，谁去把我那8个男模叫来，给他做人工呼吸。男模，扶我起来。算了，还是让我睡死过去吧。我这一觉睡得天昏地暗，摸过手机一看，居然已经过去了整整1天1夜。老板发来信息，语气小心翼翼，问我出关没有，公司需要我这座福星镇场子。我回了句已复活，明日上班，然后挣扎着爬起来。浑身依旧酸痛，但精神好了很多。走出休息室，正好看到大师兄拿着紫金葫芦、鬼新娘、帅气中微子等一群鬼围在他身边。时辰到了，小家伙，该出来了。他手掐法诀，对着葫芦底轻轻一拍，一道柔和的白光从葫芦口射出，落在地上，凝聚成鬼娃那熟悉的小
小小身影，他看起来比之前凝实了许多，魂体散发着淡淡的健康的光泽，大眼睛也更加清澈有神。姐姐，大师兄，新娘姐姐，钟微子哥哥，大家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懵懂，但充满了活力。哎呦，我的小乖乖，你可算醒了，想死姐姐了。鬼新娘冲上去就想抱，被帅气钟微子用能量场隔开。冷静点，他魂体刚稳定。鬼娃，我蹲下身，看着他完好无损的样子，鼻子有点发酸。鬼娃看到我兴奋地扑过来，虽然只是灵体，却能感觉到一股依恋的波动。姐姐，谢谢您救了我都记得。我欣慰地摸着他的头，傻孩子，是姐姐该谢谢你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感觉充满了力量。彼岸花露水效果非凡，不仅修复了他的魂元，还纯化了他的魂魄。他现在是拥有进入轮回最佳状态的纯净灵体了。听到轮回，鬼娃的大眼睛里闪过一丝期待，又有一丝不舍。轮回，我就要离开大家了吗？我不要走啊，我想和大家在一起。还有，我妈妈，我还没找到她。鬼娃的大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，魂体都因为情绪激动而微微波动起来。我看着他那不舍又带着最后一丝期盼的眼神，心像是被揪了一下，是时候告诉他真相了。鬼娃，听着，姐姐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鬼娃疑惑地眨了眨泪眼，关于你妈妈，我找到她了。真的吗？妈妈，她在哪里？她为什么不要我？她从来没有不要你，恰恰相反，她爱你胜过爱她自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段沉重而伟大的往事缓缓道来。为了救你，她燃烧了自己的灵魂，化作了凝结彼岸花露水的最后一份力量，就是那份露水，才把你从魂飞魄散的边缘救了回来。鬼娃呆呆地看着我，小小的身体僵住了。他一直在等你，用他最后的存在换来了你的心声。他让我告诉你，他永远爱你，从未改变。妈妈是为了我才魂飞魄散了吗？巨大的悲伤和震撼让他几乎无法言语，魂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却没有眼泪，只有无尽的哀伤波动扩散开来。是的，所以鬼娃，你承载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生命，还有你妈妈全部的爱和希望，你不能辜负她。我捧起他的小脸，让他看着我的眼睛。去吧，去轮回，去投一个好胎，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把你妈妈没能经历的人生一起活出来，带着她那份好好活下去，这才是对她最好的报答，也是我们所有人对你最大的期望。周围的群鬼们也纷纷动容。小鬼头，听你姐姐的话，下辈子做个开心果。你妈妈很伟大，别让她失望。魂飞魄散并非终结，她的爱已融入你的魂元，将护佑你生生世世。鬼娃看着我们，又仿佛透过我们看到了那位为他付出一切的妈妈。他脸上的悲伤渐渐被一种坚定的光芒所取代。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小小的拳头握紧。我明白了，姐姐，我去，我会好好轮回，好好活着，连着妈妈的那一份一起活下去。新娘姐姐，钟微子哥哥，僵尸哥哥，吊死鬼姐姐，扁头鬼哥哥，再见，谢谢你们，我不会忘记大家的。他终于放下了最后的执念与不舍，那纯净的魂体散发出更加耀眼而祥和的光芒，做好了进入轮回的准备。哎呦，小鬼头，轮回是好事啊，下辈子投个好胎，有爹疼有娘爱。投好胎，蹦得高。此时是送灵入轮回的最佳时机，就在今晚吧，我亲自为他诵经开路。决定一下，整个鬼屋的气氛都变得有些肃穆起来。大师兄在鬼屋后院清理出一块空地，布置了一个简单的法坛。我和群鬼们安静地围在四周，鬼娃站在法坛中央，小小的身子站得笔直。子时一到，大师兄换上正式的道袍，手持桃木剑，脚踏七星步，口中开始吟诵玄奥晦涩的轮回往生经。鬼娃的魂体开始散发出越来越强烈的白色光芒，身体缓缓漂浮起来。再见，姐姐，再见，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他的声音空灵，随着身体渐渐化作无数纯净的光点，最终汇聚成一道温暖的光流，向着夜空中某个方向飞去，越来越远，直至消失不见。老娘好不容易养大的白菜就这么走了。蹦得好，一路顺风，小家伙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好好工作，积累功德，净化魂体。10年之后，你们也能像他一样，堂堂正正的步入轮回。群鬼们默默地看着鬼娃消失的方向，眼神复杂，有伤感，有羡慕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名为希望的光芒。好了，伤感时间结束，该上班了。今晚的 KPI 还没完成。对，干活赚功德，为了10年后的8个男模。送走鬼娃后，生活似乎暂时恢复了平静。我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偶尔去鬼屋看看那群打工鬼，监督他们有没有认真下人积累功德。老板把我当成了镇司之宝，待遇优厚，工作轻松，一切都走上了正轨。直到这天，我接到大师兄一个紧急电话。你最近得罪什么人了？或者什么鬼？没有啊，除了之前那个地美公司的老道士，不是被打跑了吗？怎么了？鬼屋的防护阵法昨天晚上被人动了手脚，虽然没破，但明显是被人试探了，手法很阴邪，不像是正道所为。而且他顿了顿，我感觉到一股熟悉的、令人作呕的气息，很像上次那个老道士，但又强大了很多。
而且更加驳杂混乱。我心里一沉，那个老道士还没放弃，而且还变强了。他盯上鬼屋了，为什么？哼，还能为什么？我们这里现在可是有几十号训练有素、魂体纯净的优质员工，对于一个邪修来说，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抓去炼制成鬼仆，吞噬魂力，都能让他的实力暴涨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原来那群鬼在邪修眼里竟然是香饽饽。现在怎么办？加强防护。我已经加固了阵法，但被动防守不是办法。那家伙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必须把他揪出来。怎么揪？我需要一个诱饵，一个能吸引他出手，又能及时反馈他位置的诱饵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想干嘛？你看，你跟他有旧怨，又是半吊子道士，看起来最好欺负。而且你身上阳气纯净，对那些走歪门邪道的家伙来说也是大补。停，打住！你想让我当诱饵，我还是不是你亲师妹了？亲师妹才要物尽其用。放心，我会在你身上留下追踪符和护身咒，一旦他对你出手，我立刻就能知道并赶到，保证你一根头发都不会少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但仔细一想，似乎又没有更好的办法，总不能真等着那个强化版的老道士打上门，把鬼新娘他们一锅端了吧？那些鬼虽然嘴贱了点，贪心了点，但现在好歹是自己鬼了。行，我当，但是事后我要分红，鬼屋利润的10%，不20%。成交，准备一下，今晚行动。于是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一个柔弱的半吊子女道士，成为了引诱邪恶反派上钩的诱饵。按照计划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城市另一处有名的兄弟，据说曾经是乱葬岗，后来改建成，但又因为闹鬼而废弃的星光游乐园。这里阴气重，方便邪修隐藏和动手。我手里假装拿着一张泛黄的藏宝图，在废弃的旋转木马旁边仔细研究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月圆之夜，木马之巅，阴气最盛之处，必有重宝。这什么跟什么啊？演技浮夸的我自己都尴尬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游乐园里只有风声和虫鸣，就在我腿都快站麻了。以为老道士不会上当的时候，突然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起来，一股强大而邪异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笼罩而来。来了，我心头一紧，立刻暗中触动了大师兄留在我身上的报警符。小丫头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次看还有谁能救你。一个身影从摩天轮的阴影里缓缓走出，正是那个老道士，但他现在的样子极为骇人。你怎么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托你们的福，上次重伤垂死，不得已用了容鬼秘术，吞噬了几只强大的恶灵。虽然样子难看了点，但力量足以碾死你们，尤其是你那个师兄，还有他鬼屋里那些可口的存货。这家伙简直疯了！这种方法获得的力量极其不稳定，而且会不断侵蚀心智，最终会变成只知道杀戮的怪物。你疯了！疯，力量就是真理。抓住你，用你的魂来要挟你师兄，那些纯净的鬼魂就都是我的了。他猛地抬手，一只由黑气和无数痛苦念头凝聚成的巨大鬼爪，比在之前见到的那只更加凝实，更加恐怖，朝着我当头抓下。大师兄，你再不来，你的亲师妹就要变成鬼魅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凌厉的剑光如同9天雷霆从天而降，精准地斩在那只鬼爪之上。邪魔外道也敢动我蜀山的人。大师兄手持一柄古朴长剑，身影飘然落下，挡在我面前，道袍无风自动，气势凛然。你果然来了，正好连你一起收拾。狂呼一声，周身黑气翻涌，扑向大师兄。大师兄冷哼一声，剑诀一引，一剑化作道道残影，与那些黑气巨蟒站在一起，金光与黑气不断碰撞，发出剧烈的爆炸声。整个废弃游乐园飞沙走石，阴风怒号。我躲在大师兄身后，看得心惊肉跳。这老道士融合恶灵之后，实力竟然强到这种地步，能和大师兄正面硬刚。不行，不能干看着。我掏出身上仅剩的几张驱邪符，看准机会，朝着老道士的方向甩过去。啪啪啪，符箓爆开，金光闪烁。虽然没能伤到老道士根本，但也干扰了他的注意力。凡人的苍蝇。他分出一缕黑气，如同鞭子般抽向我。小心！大师兄剑光回旋，斩断那缕黑气。但就在这一瞬间的分心，老道士抓住了机会，一只黑气巨蟒突破了剑光防御，狠狠撞在大师兄的护体罡气上。大师兄闷哼一声，后退了半步，脸色微微发白。哈哈，蜀山正统不过如此。他得意狂笑，攻势更加疯狂。情况急转直下，大师兄似乎落了下风。我看着老道士那扭曲疯狂的样子，又看着苦苦支撑的大师兄，心急如焚。难道我们今晚真的要栽在这里？眼见大师兄落入下风，我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身上能用的东西都快用完了，保命符也早没了。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这个强化版的老道士得逞？我猛地想起一样东西，我立刻掏出手机，也顾不得打字，直接点开群语音，用尽平生最大的力气吼道：救命！星光游乐园，大师兄顶不住了，老道士变异了，要抓你们去炼魂，快来鬼啊！报酬翻倍，轮回金优先，男模血浆管够。信息发出，手机屏幕都仿佛震动了一下。评委坚持住。老娘的人，老娘的鬼也敢动，姐妹们抄家伙，蹦过去。哎呦喂，
加班费的预算啊！群里瞬间响应，几乎在我发出求救信息的半分钟内，远处的夜空就出现了异象，一道红色的身影如同流星般率先赶到。老杂毛，敢动我姐妹和老板，拿命来！老道士被这突如其来的鬼笑干扰，动作一致。大师兄抓住机会，剑光大盛，瞬间斩灭2条黑气巨蟒。区区百年女鬼，也敢放肆！他分出一部分黑气，化作一只鬼手抓向鬼新娘，但鬼新娘身形灵活，红衣飘飞，如同穿花蝴蝶般躲开攻击，长长的指甲专门找机会往老道士烧伤的那半边上挠。紧接着僵尸一蹦一跳的出现，直接加入战团，用他那刀枪不入的身体硬抗老道士的黑气攻击，给大师兄创造机会。吊死鬼甩着长舌头，试图缠绕老道士的脚踝，扁头鬼则在一旁看准机会就用他那扁脑袋猛撞老道士的后腰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帅气的中微子并没有直接加入战斗，他悬浮在半空，双手虚按，一股强大的带着稳定和净化效果的能量场笼罩下来，开始削弱和驱散老道士周身的邪异黑气。他的力量源于吞噬的恶灵，我咋不出？用纯净的魂力冲击，可以加速他的吞噬。大师兄闻言，眼神一亮，剑法一变，金光中带上了更加纯粹的破邪之力。果然，在老道士被群鬼骚扰，能量场被帅气中微子干扰，又被大师兄针对性攻击的情况下，他身上的黑气开始变得不稳定，那些痛苦的面孔挣扎得更加剧烈，甚至开始互相撕咬。不可能，你们这些蝼蚁！反噬开始了，就是现在，诸位助我一臂之力，将你们的力量借我一用。大师兄长剑指天，口中念咒，帅气的中微子毫不犹豫，将大部分能量灌注到大师兄的剑上。鬼新娘、僵尸、吊死鬼、扁头鬼也纷纷将自己的魂力传递过去，古朴长剑瞬间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金光，剑身仿佛化作了一道通天光柱。诸天气荡荡，我道日星龙，破邪斩捉。他双手握剑，对着挣扎咆哮的老道士剑斩下，将老道士和他周身那些混乱的黑气、痛苦的面孔全部吞没。一声凄厉至极、充满了不甘和绝望的惨叫响起，随即戛然而止，金光散去，老道士原本站立的地方空空如也，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，只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黑烟被夜风吹散，彻底消失在这天地之间。大师兄拄着剑，微微喘息，额头上剑汗。刚才那一击消耗巨大，群鬼们也显得有些萎靡，魂体暗淡了不少，但一个个都挺直了腰板，脸上带着胜利的喜悦和自豪。哼，跟老娘斗，让你连鬼都做不成。蹦硬啊！哎呦，累死老娘了，这加班费必须加倍。总算解决了。我看着这群累得东倒西歪，却还在强撑着的死鬼们，心里充满了感动。谢谢大家。鬼新娘摆摆手，客气啥？咱们谁跟谁啊？记得我的男魔和轮回金就行。放心吧，答应你们的事，我蜀山绝不会食言。此次你们有功于正道，积累的功德足以抵消数年苦功。待修养好后，我会禀明师门，为你们优先安排诵经轮回。群鬼闻言顿时欢呼起来，辛苦打工，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？3个月后，鬼屋后院，大师兄再次布置好了法坛，请来了另外几位师兄，因为今天是所有签订了打工协议的鬼员工们集体轮回的大日子，他们一个个魂体凝实，散发着纯净的光泽，脸上带着激动、期待，还有一丝对同事和老板的不舍。时辰已到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啦，老娘要去下辈子泡最帅的仔。希望下辈子是个太平盛世。扣好台。下辈子说啥也不上吊了。我和大师兄相视一笑，庄严的轮回往生经再次响起，一道道纯净的魂体在经文的引导和功德的加持下，化作璀璨的光柱，冲天而起，奔向那象征着新生与希望的轮回之路。场面远比送走鬼娃时更加壮观。看着他们一个个消失，我心中充满了祝福。再见了，毒舌又花痴的鬼新娘；再见了，靠谱又闷骚的帅气中微子；再见了，憨憨的僵尸，嘴碎的吊死鬼，耿直的扁头鬼。谢谢你们带来的所有惊吓和欢乐，愿你们来世皆得幸福。所有的光柱都消失了，后院恢复了宁静。大师兄收起法坛，看着我，怎么舍不得？有点，不过更多的是为他们高兴。我们也该走了。走，去哪？鬼屋员工集体轮回，总不能一直歇业吧？师傅传讯，让我们回蜀山一趟，一方面汇报此次事件，另一方面也该让你正式入门，学点真本事了。总不能一直当个半吊子，下次再遇到危险，难道又靠摇人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重重点头。是啊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将来可能还需要我帮助的人。好，我们回山。离开鬼屋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地方，然后转身和大师兄一起迎着朝阳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